姐姐，他偷了我的手表。我没有。偷了还不承认？你真该好好反省反省了。贾少爷说我偷了他的手表，姐姐勃然大怒，不仅将我告上法庭，还找最好的律师替他辩护。我被判刑3年，成了小偷。吓吓他得了，真坐牢你弟弟这辈子就毁了。偷东西不是小事，必须让他知道教训。至于以后，我给他兜底。3年后我出狱，他红着眼睛朝我伸出手。现在知道错了吧？走，跟我回家。而我只是没什么情绪的退后一步，避开他的手。我在里面认了新的姐姐，她说她信我。姐姐见我竟然避开了她，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但那只手却没有收回。阿宇怎么躲着我？是不是里面有人欺负你？开口时他的喉咙像塞了海绵，声音沙哑。我抽了好几次手都没抽出去。没有。他松了口气，攥紧了我。那就好，我看网上说里面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没受欺负就好。看着他庆幸的样子和越来越红的双眸，我嘲弄的在心中苦笑。姐姐千方百计送我进去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现在才来关心，有什么用呢？他扬起笑容，讨好一般拉着我往车那边走。你不是最喜欢热闹吗？姐姐给你准备了接风洗尘宴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我回头看了眼监狱，我在里面认识了一个新姐姐，叫杨澜。她因为被人诬陷经济犯罪被关进去，还有1个月才能出来。我们已经约好，1个月后我来接她出狱，然后和她一起生活。想到家里还有爸爸过世前的遗物，我到底随姐姐坐上了回去的车。路上，她半提醒半警告的摸着我被剃光的寸头。阿宇，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，这就是教训。我攥紧了手指。过去3年，我托狱警给他带过无数次话，说我没偷过林南阳的东西，都是他诬陷我的。可他从来不信，所以这一次我不想再解释了，只是乖巧的点点头，顺着他说知道了。他满意的露出笑容，带我回了家。刚打开门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彩带漫天纷飞。3年没见的林南阳抱着个礼花筒，哥哥，欢迎回家。他表现得十分完美，眼中的思念都快溢出来，一点都不像当初诬陷我偷东西时嫉恨的模样。我没理他，擦着他的肩走进去。他笑容僵住，有些尴尬的求助姐姐：哥怎么不理我？是不是还在怪我？姐姐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。阿宇刚出来，可能还没习惯，不关你的事。我已经进了卧室，拉开床底的抽屉，看见爸爸过去的相片和戒指还在，安心的松了口气。姐姐站在门口：阿宇，出来吃饭吧，我看你瘦了好几圈，肋骨都出来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林南阳有意无意的问起：哥，里面是什么样的呀？听说很乱，是真的吗？不乱，每天能读书看报，吃过晚饭后回寝室。那还挺好的，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艰苦。林南阳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姐姐给我包了只虾，轻笑道：既然出来，就别再提里面的事了，就当一次经历，让它过去吧。林南阳眸色一暗，片刻，他想起什么似的，跑回卧室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递给我。哥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恭喜你出狱。我没去接，只是兀自吃着饭，他也不在意，笑着将盒子打开，一块手表安安静静的躺在盒子里，十分华贵。而我只看了一眼就瞳孔缩紧，浑身血液倒流，如坠冰窖。林南阳把手表推到我近前：怎么了，哥哥？你不是最喜欢这块手表吗？喜欢到都偷了去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你不高兴吗？那块表是姐姐送给林南阳的礼物，也是我被关进监狱3年的罪魁祸首。爸爸在战场牺牲后，妈妈卷了抚恤金跑路，留下我和姐姐相依为命。她高中就辍了学，不知走了多少弯路才创业成功，有了自己的公司。挣到钱后，她收养了同样没了父亲的林南阳，把他带回家。我不同意。南阳和我们一样可怜，你至少还有我，他却什么都没有了。阿宇，你大度一些，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。可话虽这么说，姐姐却对他比对我还好。她像是要把弟弟重新养一遍，没来得及给我的东西都给了他，玩具、手表、奢侈品，林南阳要什么送什么。短短2年就花了1000万出去，那是他卖命挣来的钱啊！多少个夜晚他不得不出去应酬，吐得昏天黑地还要继续喝。我心疼他的钱，总是劝他别花太多，结果被林南阳记恨。他把手表藏在我的枕头下，又哭着和姐姐告状，说是我偷拿的。姐姐勃然大怒，罚我跪在雨中认错。林家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？爸爸是军人，我也堂堂正正没做过一件坏事，你学谁不好，非要学那个卷钱跑路的妈？我是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？你要偷东西！我发了高烧，哭着解释我没有偷，可他不信。第2天就找了最好的律师将我告上法庭。他是我的亲姐啊，却在法庭上帮着林南阳据理力争，做他的人证。最后我被判了3年，成了小偷。我进去之前，亲戚朋友包括律师都劝他别动真格，我毕竟是他的亲弟弟，坐3年牢出来人生都毁了。可姐姐一意孤行，宁愿和他们疏远也要我进去。阿宇毁不了，我努力赚钱就是为了他，就算是毁了我也能养他一辈子，但他偷东西必须得给他个教训。知道错了没有？3年间他每个月都会来看我，问我知道错了没有，而我从不露面，只是托狱警给他带话。我没偷过东西。每次他离开后，狱警都叹着气告诉我，你姐姐不信。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慢慢演变成绝望。我感觉我像是被全世界都抛弃了，从前还有姐姐爱我，现在连她都没了。再次看见那条手表，我崩溃地将盒子掀翻，手表掉到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。林南阳不知所措地愣住。啊！姐姐脸色一沉，
南阳好心送你礼物，他都不怪你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坐在椅子上，浑身战栗，脸色白得吓人。以为你刚出来就能随便发脾气？赶紧把手表捡起来，跟南阳道歉！怎么可能道歉？狠狠地推了姐姐一把，我推开门就跑了出去。外面寒风刺骨，委屈和难过揪扯着我的心脏。我不想回家的，要不是想拿走爸爸的遗物，我不会跟他回来的。我再也不想被冤枉，再也不想受一点委屈。姐姐很快从后面追出来，拽住我的手腕，她紧紧地拧着眉，责备地开口：“你要跑到哪里去？蹲了3年牢，脾气还没改？”我忍无可忍地甩开她，眼圈通红地反驳：“他把那块手表送给我是好心还是恶意？林月，林月，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已经亲手把我送进去一次，还要怎么样？”我是为了你好。她声音冷下来：“你既然敢偷东西，就要接受惩罚，不然这个毛病怎么能改？难道要我看着你犯错无动于衷，纵容你走上歧途吗？”我的心好像被她的话重重地凿了个大坑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？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偷林南阳一块手表？为什么他就不能好好想想？为什么他就是不相信我？委屈的泪水掉下来，3年来的绝望痛苦将我席卷。我再一次放弃了解释。阿宇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考虑你。虽然你坐了3年牢，可我也给你铺好了路。我的公司未来都是你的，我真的只是小小的惩罚你一下，无伤大雅。跟姐姐回家，以后别再瞎跑了。他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家里带。我麻木地跟着他的脚步，一句话都没再说。推开门，林南阳看见我被姐姐带回来，眼中闪过意外。他没想到都到这一步了，姐姐还愿意让我回家，而我只觉得精疲力尽，躲进了卧室再不出来。深夜，林南阳闯进我的房间，我敏锐地睁开眼，他却以为我还在熟睡，抹撒着掀开了我的枕头，往下面塞了个东西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也没往出拿。林南阳这么着急，我刚回来就故技重施，我想看看姐姐这一次会不会选择信我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果然跟姐姐哭诉，说我又偷了他的手表。哥哥，你喜欢的话跟我说就好了，我昨天都把手表送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。难道你这人就是喜欢小偷小摸？你就是改不了是吗？我的心咚的一声，坠入无底深渊。姐姐的话像是一柄利剑，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亲情。我自嘲地扯开嘴角，改不了。我话音落下，姐姐突然抬手，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。她眼底的怒火和失望就要漫出来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弟？我沉默片刻，最后捂着脸冷笑一声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。气得说不出话。在她第二个耳光落下来之前，我扑通一声跪倒，磕了个头。谢谢你辍学照顾我，以后我就没姐姐了。说着，我起身从床下掏出爸爸的遗物，扭头就要走。他沉着脸，一把抢过照片和戒指。这是爸爸的东西，你没有资格拿。那就算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认命一般准备离开。姐姐在身后隐忍地喝道：“你是个劳改犯，离开我能干什么？等着饿死吗？”我脚步没停，不劳你费心。从家里出来后，我在小区里坐了一天。这一次，姐姐没有追出来，她应该是对我极其失望厌恶，不愿再管。我身上没钱，想找个包吃包住的工作，可听到我进过监狱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，没办法，只能进工地。包工头把我从头看到脚，缓缓皱眉：“这么瘦，我们活很累的，你能干了吗？让我试试吧，大哥。别看我瘦，其实我很有力气的。”他还是有点不愿意，直到我不由分说的开始干活，麻利又速度，他终于点头同意我留下。包吃包住，1天100，不过我们工程短，1个月就结束了。我开心的点头，够了。1个月后杨澜出狱，我就有地方去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工地干了20几天。姐姐再次找来的时候，震惊的差点没认出我。我头发已经长出来不少，成了炸毛，身上也全是土，一走路就往下掉灰。她站在远处看着，眼圈一点点泛红，许久才跑进来拉住我的手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阿宇，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走吧，跟姐姐回家，你不能干这种活儿。我甩开她，又从地上搬起一摞砖，假装不认识。她薄唇紧抿，不再规劝，转头去找包工头，不知说了什么。没一会，包工头沉着脸走到我近前。林宇，你因为偷东西坐过牢，怎么不说？我们工地上不能留这种人，你被开除了，工资也不能给你发，你赶紧走吧。我大惊，赶紧求包工头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是被冤枉才坐牢的，没有偷过东西，也不会偷的，您就留下我吧。包工头嘲讽地打断我的话。哼，那个是你亲姐吧？她会诬陷你，不老实的人我们不能要。走走走。接着不耐烦地抬手推了我一把，我一个没站稳朝后栽去，又被林月稳稳扶住。她嘴角噙着得意的笑，塞给我一部手机。看见了吧，你去哪都生存不了，只有回到我身边。阿宇，我们是亲姐弟，我给你铺的路才是最好的。说着，他摸了摸我炸起的头发，弄了一手灰也没有嫌弃，反而开心地拉住我的手。走，跟姐姐回家，以后别再让我找不到了。我站着没动，他不解地回头，正对上我冷漠到极致的视线。林月，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放过我？他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对，不悦地收了笑。什么放过不放过的？我对你还不好，我找了你20多天，公司的事都没管，少赚了多少钱？他不由分说的大力拽我，跟我回家。我被他塞进车里，又一次带回去。路上他接了个电话，
把我扔回家就急匆匆的进了公司，叮嘱林南阳别让我跑。他走后，林南阳立刻变脸，姐姐竟然又把你带回来了，都这样了还管你？我忍着上去揍他的冲动，问出了憋在心里3年的疑惑：为什么诬陷我偷东西？这些年我对你还算不错吧？他冷冷一笑，眼底全是恶毒。谁让你劝姐姐不要给我花钱？他早就说过了，以后公司是你的，不会给我。你有这么好的姐姐兜底，却连她给我花点钱都不愿意，凭什么？我攥紧了手指。你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挣的吗？他没念过大学，公司里的人都瞧不起他，只有更努力才能往上爬。那些老狐狸逼着他应酬，他每次都得扣吐出来再接着喝，好几次都吐血了。可你呢？你动不动开口就要上百万，谁的姐姐谁心疼？我劝他给你少花点有什么错？那又怎样？反正他挣钱也不是为了我。林南阳满不在乎地欣赏自己的鞋子，他喝死了公司也不是我的，只有你不在了，我才有可能分到点东西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浑身发冷。从前我以为他诬陷我是因为想独占姐姐，没想到他在乎的从来都只有钱。你真是个白眼狼！我咬着牙开口，走向卧室。他在身后冷笑：我能诬陷你1次，就能有第2次、第3次，等着吧，林雨，我还会把你赶走的。我脚步停住，回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关掉手机录音。不用了，我会自己走。说着，我把录音发给了林月，示意欠长一致，我不会没完没了地接受林南阳的诬陷。回来的路上就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，林南阳浑然不知，还以为我在说气话，嘲讽的冷笑一声就回了屋。手机开始嗡嗡的震动，是林月发来的信息，一条又一条，急切慌乱。我看了一眼就没再管，而是从床底掏出爸爸的遗物揣进兜里，离开了家。杨澜马上出狱了，我要去接她。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我因为林月的不信任，常常怀疑自己。我总是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所以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帮我。时间一长，我就患上了抑郁症。好在我认识了杨澜。监狱里读书看报的时候，男女都在一起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分开。我们都喜欢看金融娱乐报纸，总是看一份。姐姐也算海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常常能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身影。今天她带着林南阳参加了什么活动，明天又给林南阳送了什么东西，我总是控制不住的掉泪，委屈的好像有人在拿刀捅我的心。好几次下来，杨澜没忍住问我：你老哭什么？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把那段经历说给她听，结果她笑了。我比你还惨，刚结婚就被自己亲手带出来的下属算计，说我挪用公款200万，我被判了5年。刚一进来，职位立马被他顶替。上个月我老公来看我，说他等不了我，要另娶别人了。我有些惊讶，他笑容却加深。你猜娶的是谁？就是我那个下属。他自问自答，然后又问：你猜我还有多长时间出狱？半年。我看着他的笑心里揪成一团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最起码你姐姐还是为了你能学好，你俩是误会。你再看看我，哎，我讪讪的笑笑，忽然觉得自己的委屈和他比起来也还好。这之后我们逐渐熟络，每次林月来看我，我心情都不好，偶尔还会生病，是他不断的安慰我，说他见过的人很多，最会看面相，我不会是偷东西的人。信任多难啊，我亲姐姐都做不到，可她信我。出狱之前我们约定好，1个月后我去接她，到时候给她当弟弟。那时她学着林月的话，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吗？我养得起。想起杨澜，我莫名有些安心。林月给我的手机里有2000块钱，我在监狱附近的宾馆开了个房住了几天。这几天里，她就像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发信息。阿宇，我听见录音了，我真没想到是林南阳诬陷了你，你接电话行吗？咱们说清楚，你在哪？回家好不好？我已经教训过林南阳了，我让他跟你道歉，姐姐错了，你别不理我。这些电话短信我全当看不见，后来实在嫌烦，直接把他拉黑了。他是辛苦，是为了照顾我辍学，可我对他也不错。那年疫情他病了，高烧不退，林南阳戴着口罩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沾上病毒。是我半夜跑出去买药，又好几天没敢合眼，伺候他直到好。我体谅他不容易，一旦他出去应酬，总是提前准备好解酒汤放到他的卧室。他遭遇困境的时候，也是我攥着他的手安慰，给他信心。可我又换来了什么呢？3年的牢狱生活几乎毁掉了我的后半生。这样的姐姐，我真的是不想要了。时间很快过去，杨澜出狱的那天，我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了条活蹦乱跳的鱼，天气大好，一点风都没有。她走出监狱的大门，正对上我的笑脸。我扬起手里的鱼，声音轻柔：姐，我们回家。杨澜是个本事很大的人，出狱后只休息了2天，她就痛定思痛，决定报复回去。接下来的半年，她各处走访送礼，收集证据，竟然真的洗清自己的冤屈，把诬陷她的那个人送了进去，还拿到了公司50万的赔偿。她用这50万开了个小公司，又给我安排了工作。她老公找回来时，她也能潇洒的笑着说：分开就是分开了，咱们已经离婚，以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她老公崩溃，恶狠狠扑过来打我，是因为这个男人吧？你在牢里认识的，做过监狱的能有什么好人？杨澜，你还真是什么垃圾都要。杨澜拉开她，总是挂着笑的一张脸阴沉下来。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龌龊，他是我弟弟。她老公还准备动手，最终是杨澜报了警，她才不甘心的走掉。那晚杨澜一宿没睡，第2天我有了新的名字，梦雨。她说这样别人才知道我们是姐弟，不然会误会的。男孩子的名声一样很重要，不能平白遭受非议。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谁知拿了新的身份证出门时，正好迎面撞上了林月。半年不见，她瘦了1圈，看起来十分憔悴，手上还拿着一摞寻人启事。看见我，愕然的愣在原地。杨澜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目光在林月和我有6分相似的脸上停顿一下，问我：你姐？我还没等说话，林月已经跑了过来，她一把拉起我的手，眼圈激动的通红。阿宇，我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跑哪去了啊？把我急死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扶开她的手，神情淡漠。我又死不了，你找我干嘛？她看着我已经长到耳下的短发，声音哽咽起来。阿宇，别说气话了，跟我回家吧，姐姐知道错了，是姐姐不该误会你。
杨澜长眉一挑，嘲弄的开口：“跟你回家，再受你那个干弟弟的气。你不会是想再把阿宇送进去一回吧？”林月这才发现我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她警惕的皱眉：“你是谁？阿宇的女朋友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”说着，她把我拽到身后，和从前一样严肃的教育：“林宇，我都跟你说过什么？离陌生女人远一点。你知道她的底细吗？万一是坏人呢？”我叹了口气，然后垂眸，把新的身份证掏了出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叫梦雨，她是我姐。”林月接过身份证看了一眼，表情瞬间凝固：“你改名字了？认了个新姐姐？”林月难以置信，翻来覆去的把身份证看了好几遍，还是不相信：“你是骗我的吧？故意气我？”我把身份证夺回来，珍重的揣进兜里，冷笑：“怎么，你能有弟弟，我就不能有姐姐呗？”他眉心一拧，说到底你还是因为生气才认了新姐姐。这半年多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也看不见我的道歉，气性就那么大？就算你蹲了3年监狱，也没损失什么啊，我都把后路给你铺好了。够了！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冷声打断。关于那3年的监狱生活，我好不容易才压在心底，尽量不去想起。我真的是一句都不想再提起，也不想再听。我已经不是你弟弟了，以后不要来找我，我死不了，也不想走你铺的路。说着，我拉着杨澜就要走，林月猛地抓住我的手腕：“你用这种方式报复我，想过咱们的爸爸吗？随便认识一个女人就改了姓，你对得起她吗？”我的脸色终于彻底黑下来。我对你对爸爸都问心无愧，倒是你问问自己，爸爸去世前让你好好照顾我，你是怎么照顾的？你不仅认了新弟弟，还因为他把我送进监狱，咱们2个到底谁对不起他？话音落下，林月脸色一白：“我收养林南阳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可怜，把你送进监狱是因为被他蒙蔽。阿宇，我是你的亲姐姐，我会害你吗？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给你个教训而已，那我还得感谢你。”我心里一阵阵的泛凉，冷声嘲讽：“要我给你颁个奖吗？”他对上我眼底的厌恶，瞳孔紧缩，终于不再狡辩，而是难过的朝杨澜看过去：“那他是谁？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我原本不想告诉他，又怕他纠缠，只好淡淡道：“杨澜现在是我姐，我们是监狱里认识的。”什么监狱？林月的声音骤然提高，她脸色一黑：“监狱里都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，你怎么能认这样的人当姐姐？这段时间你们一直住在一起？”我无所谓的看着他，扯开了嘴角：“我也进过监狱，所以我也不三不四吗？”他的神情一瞬慌乱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别说了，不想听。”我转过身就走，再也不想跟他说一句话。林月没有追过来，只是开始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。我接过一次，后来看见陌生号码来电就干脆不接了。1个月后，他不知道从哪找到了杨澜的手机号，非要跟我见一面，说有话对我说。我本不想去，杨澜劝我：“你不见他还会想方设法找你的，还是见一面吧，说清楚也好。”于是我和林月约在了咖啡馆里，到了之后才发现林南阳也在。看见我的脸色不太好，林月解释道：“阿宇，我是带他来跟你道歉的，他已经不是咱们林家的人了，跟你道完歉后就从家里搬出去。”林南阳站起身，眼中哪还有从前的嚣张？“哥哥对不起，我不该诬陷你偷我。”听着他这一句哥哥，我差点没吐出来。他脸色一白，硬着头皮道：“我不该诬陷你偷我手表，你和姐姐对我那么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句对不起怎么能解我3年牢狱之苦？”我二话没说，抄起桌子上的咖啡就泼了过去。滚烫的咖啡顺着林南阳的脸颊往下流，烫得他瞬间龇牙咧嘴。昂贵的定制衬衫被染成一片狼狈的深褐。他猛地抬手就要朝我挥来，却被林月一把攥住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。“林南阳，你敢动他试试？”林月的声音尖锐的破音。往日里端庄冷艳的女总裁此刻双目赤红，头发散乱，全然没了半点形象。“我带你来是道歉的，不是让你撒野的。3年前你怎么诬陷他，今天就怎么给我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”林南阳疼得脸色发白，却依旧梗着脖子嘶吼：“道歉？我凭什么跟他道歉？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林月，你搞清楚，是你求着我来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求你！”林月气得浑身发抖，扬手又是一个耳光，这一巴掌比上次更重，直接把林南阳扇倒在椅子上。“我养了你5年，给你花了上千万，把你当成亲弟弟一样疼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你毁了阿宇的人生，我没让你坐牢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”林南阳捂着脸，眼神怨毒地盯着我，又看向林月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歇斯底里：“仁至义尽？林月，你别装了，你养我不过是因为你觉得亏欠林宇，想在我身上找罢了。你以为你对我好吗？你心里从来只有他，我不过是他的替代品。你胡说！”林月厉声喝道。“我胡说？”林南阳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站起身来：“你给我买的每一件东西，都是你觉得林宇会喜欢的。你带我去的每一个地方，都是你曾经答应要带他去的。就连你给我取的小名小雨，都是他小时候用过的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早就受够了当他的影子。”他指着我的鼻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所以我就是要毁了他，我就是要让他变成人人喊打的小偷，我就是要让你看看，你最疼爱的亲弟弟，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结果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你连一句解释都不肯听他的，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。“你闭嘴！”林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“是我瞎了眼，是我看错了你，我当初就不该收养你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林南阳冷笑一声：“他已经坐了3年牢，他的人生已经毁了。就算你现在知道真相又怎么样？能让时间倒流吗？能让那些骂他小偷的人闭嘴吗？能让他重新回到3年前吗？”他的话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我死死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渗出血来。是啊，他说的没错，就算真相大白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那3年的牢狱之灾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头上，一辈子都抹不掉了。周围的客人都在窃窃私语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有人低声议论着小偷坐牢这些字眼。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能清晰地听到邻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跟他的同伴说：“原来真的是小偷啊，难怪脾气这么差。”还有那个扎马尾的女孩，
捂着嘴小声说：“太可怕了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。”这些话我听了3年，从法庭上的宣判，到监狱里狱友的嘲讽，再到出狱后找工作时别人鄙夷的眼神，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。可此刻，在林南阳得意的笑容和林月悔恨的哭声里，那些被我强行压下去的屈辱和痛苦，还是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，几乎要将我淹没。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，我拿起外套，转身就走。阿宇，林月立刻追了上来，拉住我的胳膊：“你别走，阿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没有回头。阿宇，他在我身后哭喊着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走！”我加快脚步，跑出了咖啡馆。外面的风很大，吹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，只有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林月的哭声还在耳边回响，林南阳那些恶毒的话也在脑海里不断盘旋。3年前的画面一幕幕闪过，法庭上他冰冷的眼神，他站在证人席上，一字一句地说我亲眼看见他偷了手表。监狱里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，我躺在冰冷的铁床上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为什么他就是不相信我？每次托狱警带话后得到的那句你姐姐不信，还有无数个深夜里我抱着膝盖偷偷哭泣的样子。原来我曾经那么渴望他的信任，原来我曾经那么爱我的姐姐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手机响了，是杨澜打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。阿宇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杨澜温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瞬间抚平了我心里的烦躁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再晚就凉了。姐，我马上就回去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，可还是忍不住带上了一丝哽咽。杨澜立刻听出了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林月他们欺负你了？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没有欺负我。我赶紧说道，就是有点心情不好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好，我等你。杨澜没有多问，只是轻轻说了一句。挂了电话，我打了一辆车，回到了我和杨澜住的地方。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杨澜系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可当他看到我通红的眼睛和攥得出血的掌心时，笑容立刻消失了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拉着我走到沙发边坐下，然后去拿了医药箱，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手上的伤口。酒精擦在伤口上，传来一阵刺痛，可我却感觉不到疼。杨澜处理完伤口，把医药箱放在一边，然后轻轻抱住了我。想哭就哭吧，她拍着我的背，温柔地说道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不用忍着。她的话像一道闸门，瞬间打开了我心里的洪水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趴在她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把3年来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绝望都哭了出来。杨澜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抱着我，任由我哭。她的怀抱很温暖，很踏实，像一个避风港，让我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做回那个脆弱的孩子。我哭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哭累了，才慢慢停下来。杨澜给我倒了一杯温水，递到我手里，喝点水，润润嗓子。我接过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喉咙里的干涩感稍微缓解了一些。对不起，姐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低着头，不好意思地说道。傻孩子，跟姐姐说什么对不起？杨澜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说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姐姐都在你身边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把咖啡馆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澜。杨澜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等我说完，她才放下筷子，看着我说道，阿宇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姐姐都支持你。如果你不想见她，那我们就搬家，换个城市，让她再也找不到我们。我看着杨澜温柔的眼睛，心里暖暖的。不用了，姐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想躲着她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躲着她？可是她这样一直纠缠你，会影响你的生活的。杨澜担忧地说道，你看你今天被她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会跟她说清楚的。我说道，我会告诉她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干。杨澜点了点头，好，如果你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在。第二天，林月没有再来找我，我以为她终于想通了，不会再纠缠我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她竟然直接找到了我的公司。那天上午，我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前台突然打电话过来，说楼下有一位姓林的女士，带着很多礼物，非要见我，说如果我不下去，她就一直站在大厅里等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是林月来了。我跟客户说了声抱歉，然后下楼去见她。林月站在公司大厅里，手里拎着大大小小10几个袋子，身上穿着一身昂贵的香奈儿套装，头发也精心打理过，看起来又恢复了往日那个雷厉风行的女总裁模样。只是眼底的疲惫和憔悴怎么也掩盖不住。她的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，脸色也苍白的吓人，显然是一夜没睡。看到我下来，她立刻迎了上来，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。阿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皱着眉头说道，我不是说过不要再来找我了吗？我知道你不想见我。林月把手里的袋子递到我面前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和鞋子，都是你以前喜欢的牌子，还有这些补品，是我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，专门补身体的。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你要多吃点好的，补身体。我不要。我推开他的手，林月，我不需要你的这些东西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用为我操心。怎么能不用我操心呢？林月说道，你是我弟弟，我不操心你操心谁？阿宇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你打我骂我都好，别不理我行不行？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想了一整夜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错得离谱，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把你送进监狱。阿宇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你的。周围的同事都在看着我们，指指点点，我能感觉到他们异样的目光，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有同情，还有鄙夷。我甚至听到有人小声说，原来孟副总以前真的偷过东西啊，难怪他姐姐这么说。我不想在这里跟他吵，免得让别人看笑话。你跟我来。我冷冷地说道，转身走向楼梯间。林月立刻跟了上来。到了楼梯间，我转过身，
看着他说道：“林月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不是你的弟弟，你也不是我的姐姐。以后，请你不要再来我的公司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做不到。”林月激动地说道：“阿宇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爸爸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。他说，如果我照顾不好你，他死不瞑目。阿宇，我不能让爸爸失望啊！现在想起爸爸了，我冷笑一声。当初你把我送进监狱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爸爸？当初你抢我爸爸遗物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爸爸？当初你看着我被人骂小偷，却站在林南阳那边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爸爸？林月，你没有资格提爸爸。林月被我说的哑口无言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我知道我错了，阿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我把公司给你，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肯认我这个姐姐。弥补？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“你怎么弥补？你能让我回到3年前吗？你能让那些骂我小偷的人闭嘴吗？你能让我重新拥有一个干净的人生吗？你能让我不用再在找工作的时候被人指着鼻子说我们不要劳改犯吗？你能让我不用再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抬不起头吗？”林月愣住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的嘴唇哆嗦着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“你不能。”我说道，“所以你的弥补没有任何意义。林月，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“阿宇！”林月在我身后哭喊着，“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原谅我的。”我没有回头，快步走出了楼梯间，回到办公室，客户已经走了。杨澜坐在我的办公桌前，脸色不太好。“对不起，姐，让客户等久了。”我抱歉地说道。“没事。”杨澜摇了摇头，“我已经跟客户解释过了，约了明天下午再谈。”她看着我，担忧地说道：“他还是不肯走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他说他不会放弃的。杨澜叹了口气，他这个人就是太偏执了，认定的事情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当初他认定你偷了东西，就非要把你送进监狱，现在他认定要弥补你，就一定会纠缠到底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些烦躁地说道。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，每次见到他，我都会想起那些不好的事情。昨天晚上我又做噩梦了，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监狱里。他站在铁门外，冷冷地看着我，说我是个小偷。杨澜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急，我们慢慢想办法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公司搬到别的城市去。反正我们现在的业务也不局限于海城，很多客户都是线上合作的，换个城市，换个环境，对你也好。”我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也好。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们就搬家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月每天都来公司找我，有时候是早上7点，我刚到公司，他就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手里拿着热腾腾的早餐；有时候是中午，他会带着精心准备的午餐，非要让我吃；有时候是晚上，我下班的时候，他就站在公司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把伞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都让前台把他赶走了。可他还是不死心，每天都在公司楼下等着。有时候前台不让他进，他就站在马路对面，远远地看着我。有一次，我加班到凌晨1点，下楼的时候，看到他还站在马路对面，身上落满了雪花。那是今年的第一场雪，天特别冷，他穿着一件单薄的大衣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却还是不肯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一阵发酸。可我知道，我不能心软，一旦心软，我就会再次陷入那个痛苦的漩涡里，无法自拔。我咬了咬牙，开车走了。从后视镜里，我看到他还站在那里，看着我的车离开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有一天，下着大雨，我下班的时候，看到他还站在公司楼下，浑身都湿透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伞，显然是给我准备的。他的头发贴在脸上，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，他却浑然不觉。看到我出来，他立刻跑了过来，把伞举到我头上：“阿宇，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我躲开他的伞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有车。”“你的车不是送去保养了吗？”林月说道。“我问过你的同事了，我送你回去吧，雨这么大，打车不好打。”我说不用了。我不耐烦地说道，绕过他就走。“阿宇！”他在我身后喊道，“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连让我送你回家都不行吗？”我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我知道你恨我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可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半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当初我相信你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把你送进监狱，那该多好。我每天都去监狱看你，你不肯见我，我就站在外面，一站就是1天。我看着监狱的大门，想着你在里面受的苦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。有一次，我在外面站了1整天，晕倒了，被送到医院。医生说我是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。可我醒来的第一件事还是想去看你。我把林南阳赶出去了，把他的东西都扔了。我把他住过的房间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改成了你的样子。我买了你小时候喜欢的玩具，买了你爱吃的零食，每天都打扫你的房间，就像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阿宇，回家吧，那个家一直都在等你。我每天都做好饭，等着你回来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雨水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冷刺骨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林月，我转过身看着他，那个家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自从你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家了。说完，我冲进雨里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坐了进去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林月站在雨里，呆呆地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手里的伞掉在了地上，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，她却浑然不觉，像一尊雕塑一样站在那里。我的心里一阵发酸，可我知道我不能回头。回到家，杨澜看到我浑身湿透的样子，赶紧拿了毛巾给我擦头发。怎么淋成这样？没带伞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杨澜没有追问，只是给我找了干净的衣服，又给我煮了一碗姜汤。喝着热乎乎的姜汤，我的身体慢慢暖和了起来，可心里却还是冷冰冰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又做了噩梦，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监狱里，四周都是冰冷的墙壁。林月站在铁门外，冷冷地看着我，说：“
你是个小偷，你活该在这里待一辈子。然后林南阳走了过来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说过吧，他永远都不会相信你。”我从噩梦中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。杨澜被我吵醒了，她打开灯，看到我脸色苍白的样子，担忧地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扑进她的怀里，紧紧地抱住她。姐，我好害怕。我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我好怕再回到那个地方。”别怕，别怕。杨澜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安慰道：“有姐姐在呢，没人能再伤害你了。我们很快就离开这里了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过去，再也不会有人骂你小偷了。”在杨澜的安慰下，我慢慢平静了下来。可那个噩梦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第二天，我跟杨澜说：“我们尽快搬家吧，我不想再待在海城了。”杨澜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今天就开始安排，我们去苏州吧。我以前去过那里，环境很好，节奏也慢，适合我们公司发展，也适合你养身体。好，我点了点头。就在我们忙着准备搬家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去银行给员工发工资，刚走出银行，就被几个黑衣人拦住了。为首的正是林南阳，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更加憔悴了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浑浊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烟酒味。他的衣服皱巴巴的，上面还有污渍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汉。林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阴笑着说道，嘴里的黄牙露了出来，让人一阵恶心。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同时把手伸进兜里，准备拿手机报警。别想着报警，林南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冷笑一声：“你要是敢报警，我就让你今天横着出去。再说了，警察来了，是先抓我，还是先听你这个劳改犯说话？”他一挥手，那几个黑衣人立刻围了上来，堵住了我的去路。林南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冷冷地说道。干什么？林南阳冷笑一声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被林月赶出来，身无分文，还欠了一大笔赌债。那些追债的人说，如果我3天内还不上钱，就砍断我的手。你说这笔账我是不是该跟你算算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冷冷地说道。如果你没有诬陷我，没有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少跟我废话！林南阳厉声喝道。今天你不拿出100万，就别想走。我没有钱。我说道。没有钱？林南阳上下打量着我。你骗谁呢？林月那么有钱，他能不给你钱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在那个杨澜的公司当副总吗？怎么可能没有钱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拿出钱来，我就废了你。我有没有钱都跟你没关系。我说道。你赶紧让开，不然我真的报警了。报警？林南阳笑了，笑得无比狰狞。你报啊，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，是相信你这个有前科的小偷，还是相信我？再说了，就算警察把我抓进去，我最多关几天就出来了，到时候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你，还有那个杨澜。他一挥手，那几个黑衣人立刻向我扑了过来，我转身就跑，可没跑几步就被他们追上了。他们把我按在地上，拳打脚踢，拳头和脚落在我的身上，传来一阵阵剧痛。我抱着头蜷缩在地上，任由他们殴打。周围围了很多人，可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帮忙，他们只是远远地看着，指指点点。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有人低声议论着，这是怎么了？打架了？好像是那个男的欠了钱。不对，我认识他，他以前是个小偷，坐过牢。原来是小偷啊，难怪被人打，肯定是偷东西被抓住了。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，我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了，只觉得心里无比绝望。为什么我已经躲得这么远了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愿意相信我是个小偷，不愿意相信我是被冤枉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杨澜的声音：“住手！你们别打了！”我抬起头，看到杨澜跑了过来，她看到我被按在地上殴打，眼睛瞬间红了。她推开那些黑衣人，扑到我身上，护住了我。杨澜姐！我大喊一声：“哟，这不是杨总吗？”林南阳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怎么，心疼你的小情人了？林南阳，你再敢动他一下，我就报警了。”杨澜怒视着他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”报警？林南阳冷笑一声：“你报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不拿出100万，谁也别想走。警察来了也没用，你做梦！”杨澜说道：“我们是不会给你钱的，你要是再不走，等警察来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”林南阳脸色一沉，对那几个黑衣人说道：“把这个女的也一起打，我看他们给不给钱。”那几个黑衣人闻言就要动手打杨澜。“不要！”我大喊一声，推开杨澜，挡在他身前：“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碰他。”哟，还挺护着他的。林南阳笑了：“行啊，那你就给我跪下，你给我跪下，磕3个头，再给我50万，我就放过他。你别太过分了。”我咬牙切齿地说道。“过分？”林南阳说道。“我还有更过分的呢，你跪不跪？不跪我就让他们打他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要是把他打坏了，你可别后悔。”说着，他使了个眼色，一个黑衣人抬手就要打杨澜。“不要！我跪！”我大喊一声，我缓缓地弯下膝盖，跪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。“阿宇，不要！”杨澜大喊着，想要拉我起来，却被2个黑衣人按住了。他挣扎着，哭喊着：“林南阳，你不是人，你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”磕头！林南阳恶狠狠地说道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然后我慢慢地低下头，磕了一个头。“不够响！”林南阳说道。我又磕了一个头，额头撞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发出咚的一声。再磕！我咬着牙又磕了一个头，额头传来一阵剧痛，有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，流进了我的眼睛里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哈哈哈！林南阳得意地大笑起来。“林雨，你也有今天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有杨澜护着你吗？现在还不是乖乖给我磕头？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个小偷，永远都抬不起头。”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拍了拍我的脸：“钱呢？赶紧把钱给我！”“我没有钱。”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“你说什么？”林南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“你敢耍我？”我说我没有钱。我说道。
就算我有钱，也不会给你这种人渣，你找死！林南阳勃然大怒，抬手就要打我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林南阳脸色一变，不好，警察真的来了，快跑！说完，他带着那几个黑衣人转身就跑。他们走后，杨澜立刻挣脱开，扑到我身边，扶起我。阿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看着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姐，我好没用。我哽咽着说道，我连你都保护不了，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杨澜擦了擦我脸上的眼泪和血，心疼的说道，这不怪你，是林南阳太过分了。走，我们去医院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去医院，我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你看你，额头都流血了，身上也都是伤。杨澜说道，不行，必须去医院，要是留下后遗症怎么办？不管我怎么反对，杨澜还是强行把我拉到了医院。经过检查，我额头缝了5针，身上还有多处软组织挫伤，还有2根肋骨轻微骨裂。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至少1个星期。躺在病床上，我看着天花板，一言不发。杨澜坐在床边，默默地给我削苹果。姐，我开口说道，我们明天就搬家吧，我一刻也不想再待在海城了。杨澜点了点头，好，明天我们就走。我已经把苏州那边的房子和办公室都找好了，我们明天收拾东西就过去。这边的公司我已经交给助理打理了，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，他就过去跟我们会合。我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林月走了进来。他看到我躺在病床上，头上缠着纱布，身上到处都是伤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手里的包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。阿宇！他大喊一声，扑到床边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没有理他，转过头看向窗外。阿宇，你说话，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林月急切地问道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他伸出手想要摸我的脸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是林南阳。杨澜冷冷地说道，他找阿宇要100万，阿宇不给，他就带人打了阿宇，还逼着阿宇给他磕头。什么？林月猛地站起身，眼神里充满了怒火，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疯狂的怒火。这个畜生，我饶不了他！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。你站住！我开口说道。林月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着我。阿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林南阳那个畜生，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，不用你管。我淡淡的说道，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？林月说道，你是我弟弟，我不能看着你被人欺负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当初瞎了眼，收养了那个畜生，才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阿宇，你让我为你做一点事情好不好？就算是我赎罪了，我不是你弟弟。我说道。林月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阿宇，林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我真的是想对你好。我看到你被人打成这样，我的心都快碎了，我恨不得替你受这些苦，那是你的事。我说道，跟我没关系，请你出去，我要休息了。阿宇，出去！我猛地提高声音说道。林月看着我，看了很久很久，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弯腰捡起地上的包，转身走出了病房。病房的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他压抑的哭声。杨澜看着我说道，其实他也是真心想对你好的，我知道。我说道，可是太晚了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永远无法弥补了。那天晚上，林月没有走，他就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。我从病房的窗户里看到他蜷缩在椅子上，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杨澜办理了出院手续，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悄悄地离开了医院，回到了住处。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然后打车去了火车站。坐在火车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海城，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，承载了我所有的快乐和痛苦。现在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。杨澜握住我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，别想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点了点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再见了，海城，再见了，林月。从此我们山水不相逢。苏州是一个很美的城市，小桥流水，白墙黛瓦，这里的节奏很慢，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悠闲的笑容。走在平江路上，听着吴侬软语，看着河边的垂柳，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了下来。我们在苏州安顿了下来，我们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，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。秋天的时候，桂花开了，满院飘香。杨澜说，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在这里安度晚年。公司也慢慢走上了正轨，我们接了几个大项目，公司的规模也扩大了不少。我每天按时上班，按时下班，周末和杨澜一起去逛园林，去吃苏州的特色小吃，日子过得简单而幸福。我的抑郁症也慢慢好了起来，我不再做噩梦，不再想起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我开始学着放下过去，拥抱未来。有一次，我和杨澜去逛超市，遇到了一个以前在海城的同事，他认出了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情。他跟他身边的朋友小声说，你看，那个就是以前偷东西坐过牢的林宇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，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。杨澜立刻捡起地上的东西，然后拉着我的手，冷冷地看着那个同事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他叫孟雨，不是林宇，他从来没有偷过东西，是被人诬陷的。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告你诽谤。那个同事脸色一白，不敢再说话，拉着他的朋友匆匆走了。走出超市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杨澜停下脚步，看着我说道，阿宇，别在意别人说什么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那些不了解你的人，他们的话一点都不重要。我看着杨澜，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别人怎么看我，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做错。重要的是，有杨澜相信我，陪着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在意过别人的眼光。我开始自信起来，开始主动和别人交流。公司的同事都很喜欢我，他们说我是一个认真负责、温柔善良的人。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
也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半年后，我们的公司接到了一个大项目，为了庆祝，我和杨澜去了一家餐厅吃饭。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林月。她坐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旁，一个人默默地喝着咖啡。她比半年前更瘦了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看起来苍老了很多。她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落寞。她似乎也看到了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站起身向我走了过来。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握紧了筷子。杨澜拍了拍我的手，示意我别紧张。林月走到我们面前，脸上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。阿宇，杨总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皱着眉头说道。我来苏州谈生意。林月说道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阿宇，你看起来过得很好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过得很好，那就好。林月笑了笑，说道。看到你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她顿了顿，继续说道。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林南阳他被抓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被抓了？林月点了点头。他欠了一大笔赌债，还不起，就去抢劫，结果被警察抓住了，因为情节严重，还涉嫌故意伤害，被判了10年。我沉默了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你恨他。林月说道。其实我也恨他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他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毕竟我养了他5年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我淡淡的说道。是啊，都是他自找的。林月叹了口气，说道。阿宇，以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再说多少个对不起都没有用了，我也不再奢求你能原谅我了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放在桌子上。这个还给你。我疑惑地打开盒子，里面竟然是爸爸的照片和那枚戒指，还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。当初是我不对，不该抢你的东西。林月说道。现在我把它们还给你。这张银行卡里有500万，是我给你的补偿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我不要你的钱。我把银行卡推了回去。阿宇，你就收下吧。林月说道。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了。我知道钱弥补不了你所受的伤害，可我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要是不收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好吧，我说道。钱我收下了，但是我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被冤枉的人。林月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拿起那封信，打开看了起来。信是林月写的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和痛苦。他在信里说，这半年来，他每天都在后悔。他把公司卖了，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出去。他打算回乡下老家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他还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愿意原谅他了，就给他打个电话，他的手机号永远都不会变。看完信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谢谢你，我说道。不用谢。林月笑了笑，说道。阿宇，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要幸福。说完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我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心里一阵发酸。不去送送他吗？杨澜问道。我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林月走后，我和杨澜继续吃饭，可我却没什么胃口了。吃完饭，我们走出餐厅，外面的阳光很好，洒在身上，暖暖的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转过头看着杨澜，笑了笑。姐，我们回家吧。杨澜也笑了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我们手牵着手，迎着阳光向前走去。1年后，我和杨澜的公司越做越大，在苏州也站稳了脚跟。我也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孩，她叫苏婉，是一名小学老师。她温柔善良，知道我的过去，却一点都不介意，反而更加心疼我。我们在一起了。杨澜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和一个叫陈默的律师结了婚。陈默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知道我和杨澜的故事，对我也像亲弟弟一样。我们一起去墓地看望爸爸，我把苏婉介绍给了爸爸，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微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是爸爸在回应我们。离开墓地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爸爸的墓碑，阳光洒在墓碑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知道爸爸在天上看着我们，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。我拉着苏婉的手，和杨澜他们一起笑着向前走去。从此山河万里，人间烟火，我们都将一起度过。那些曾经的伤痛终将被时光抚平，化作成长的印记，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后来我听说林月在乡下开了一家小学，专门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那些孩子身上，过得很充实。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也没有再见过他，但我知道我们都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